天侯神砂。上仙这是何意？你去过南岳之巅？小仙不知上仙在说什么。给我。什么？啊！自从这个东西套在小仙手上，就怎么也摘不下来了。我说的是战报。原来你早就知道战报内容。看来你真的恢复了战报。交给我。既然你知道战报真相，为何不替神尊开脱？你可知神尊为了你们袁家，受人排挤，被人非议？你母亲还去药王洞断了神尊的伤药，让他饱受寒疾之苦，还要接受紫云台公审。你们这是恩将仇报。把战报给我。你不要逼我。不给。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你知道这里是哪儿吗？你身后便是洗仙池，任何神仙只要坠入洗仙池，便会脱去仙胎，碎去仙骨。无论多高的修为，都要重新来过。你苦修了多少年才有今日的成就？哼，几万年总是有的吧？你要干什么？这不是你该参与的事情。把战报给我，我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那神尊怎么办？神尊不会有事的。我会亲自去药王洞求药。真的吗？我保证。我才不会信你！是你逼我的。仙家都是赶往袁家的。元征战将好厉害，怡宝竟能入住功德殿，咱们天宫可是许久没有如此盛世了。亲邀衣冠。灵犀。
希，林希，林希，你在哪儿啊？放开我！走！背后施阴招，算什么东西？为何喧哗？启禀真君，这个家伙强闯功德殿，伤了一票礼官不说，还毁了2座偏殿。属下将他擒来，请真君发落。混账！现在是什么时候不知道吗？竟然拿这种琐事来烦本座！将他押到紫云台，听候天法处置。可是真君，紫云台今天要审问9臣，没工夫管他。将他押到一边，等候处置。是。放开我！背后施阴招，算什么男人？闭嘴！你有本事放开我，我们再来打过。你别太猖狂了。你们要将元征的遗宝迎入功德殿，我不管；要将我家神尊的龙牙战甲拿下来，我也随你。这样恩怨不分的功德殿，我们也不稀罕。但是你必须要将战甲给我送回来，恭恭敬敬的给我送回来。你们如果敢随意践踏我家神尊的宝甲，侮辱福音殿，你13爷爷我就跟你拼命！臭丫头，你还真以为本将怕你啊？臭丫头！老子在战场厮杀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玩鸟呢，小子！你好了，把他压下去。是。副13，13，神尊，13没用。随本尊回去。是。站住！9臣，就这样把人带走了？真君欲如何？13，不懂规矩，擅闯功德殿，砸殿伤人，不可以这样把人带走。本尊自会带他去紫云台领罚。你一个犯错被幽禁之人，把他带走，有点不太合适吧？本尊自会向天君交代，不劳真君操心。哼！慢着！母亲，旧臣上神。今日承蒙天恩，我儿的遗宝入住功德殿，乃是我袁家的大喜之日。老身听闻，上神今日也要到紫云台受审。既然你我有缘在此相遇，老身想要问一问。你说。老身问一问，我儿元征是不是上神所杀？母亲，你不要再问了。请上神以道心起誓，莫要欺骗老身。是。什么？会如此？听见了吗？
你们都听见了吗？你们都听见了吗？终于承认了，他终于承认了，我的儿，我袁家的弟子，还有我10万天兵枉死的冤魂。九臣，数万年了，我袁家男子不惧生死，上阵屠魔，护苍生于太平，保6界于平安。你身为战神，杀我孩儿，屠我族人，害死了天兵，躲在长生海，你跑了5万年，此等仇恨，我岂能再容你？袁家的弟子何在？在！布阵，杀敌！母亲，不可！真君，真君，这是他们2家的事情，本座不便插手。住手！神尊，这是怎么了？你帮我照顾一下他。灵犀，谁把你伤成这样的？神尊，灵犀元气大伤。灵犀，灵犀，站住！灵犀，真君，今日到此为止吧。有什么事可以过了元征将军的功德大典再说。这也不是本座要强留他们，那我又能说什么呢？老夫人，真相已大白，今日当着我儿、我袁家的列祖列宗以及众位先友的面，我袁家要一个交代。母亲，交代是吗？袁同上仙，袁老夫人很想知道真相，你觉得呢？既然这么想知道真相，那就睁大眼睛，好好的看清楚了。
居然真的模式？对呀，这是怎么了？这太可惜了！这绝不会是这样的。假的，假的。真君，这占宝是假的，我儿他从小涂魔，绝不会入魔的。童儿，童儿，你相信你哥哥，他绝不会入魔的。童儿，去跟他们说，你哥哥他绝不会入魔的，这是假的，假的。神尊，神尊，你已入魔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连累了这么多天兵天将。我元正死不足惜，我只求神尊可以替我照顾好袁家老少。我妹妹月冬，她年纪还小。我绝不能留你。你放心，我会保护你的家族。今日之事，不会让任何人知道。母亲，老夫人，是真是假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神尊自归来的那一日起，便决定担此罪，保你袁家。是你们自己咄咄逼人，将自己逼上了绝路。青瑶医官，此事已了，我们回去吧。一会儿再找你算账。他怎么样了？青瑶医官，你倒是说话呀！这灵犀到底伤得如何？外伤虽多，但没有大碍，细心调理即可。可这内伤，就麻烦了。洗仙池的水，不是谁都可以受得了的。他在里面泡了一夜，伤了根本。若是调理不好，这辈子怕是只能止步地仙，再无晋升的可能了。有劳了，医官。神尊客气了。
灵犀是我自家妹妹，别人可以不管她，我却是要管的。夜深了，都散了吧。属下告退。小仙告退。哎，我送你。13仙子留步，我自己可以的。想清楚了再说话。送也行。嗯。青瑶医官，我送你啊。我不走，我要留在这里照顾他。哎，这里是浮云殿，有13、花烟，还有我师兄照顾他呢。放心吧。云峰上神是不允许我留在浮云殿吗？若是这样，我可以带我师妹回桃林休养。哎，当然不是了。你看，我是有重要的事要跟你商量，哎，很重要的事情。嗯。禀告神尊，东海杜宇求见。正殿候着。是。杜宇见过神尊。何事？请神尊出手，救救袁统，救救袁家。自袁家男子战死幽都山后，袁家全靠袁统一个人支撑。为保家族荣耀，他已经背负的太多了。若待天君下令，昨日的烈夷一族便是明日的袁家。请神尊看在袁征将军的份上，救救他们吧。本尊问你，你要实话实说。是。当年的事，你与袁统早已知晓了，是不是？是。神尊刚醒过来的时候，袁统就拿着袁征的家书想说明一切，为你恢复名誉。是小仙拦住了他，是小仙自私，想着以神尊的功绩地位是可以扛过去的。可袁家，神尊，千错万错，都是小仙的错，请你大发慈悲，再救袁家一次吧。你之前宁愿被禁足受审，也不愿吐露实情，不就是想保护袁家吗？事到如今，能救袁家的，就只有你了。
不要装了。神尊，你看到了？嗯。哎呀，疼！啊，胳膊疼。还装？这是神尊给小仙的吗？多谢神尊。神尊，你那么小气啊，就1枚。这紫气东来丹10万余年来，本尊只得3枚，1枚用于晋升上神，1枚用于神魔之战，此乃最后1枚。这么珍贵啊！那小仙收下。吃了吧，对你身体有好处。神尊给的药，小仙要留着慢慢吃。药呢？是。现在就吃了。你以为洗仙池是好玩的地方吗？这次能活着回来，算你命大。好多了。你好端端的为何跑去洗仙池，又因何坠入其中？自然不是因为活腻味了自己跳下去的，我是被袁同上仙给推下去的。袁同。他要你便给他，何必跟他拼命？你一个小小地仙，不知道自己对上他没有胜算吗？我本来也是要把那战报给烧了的，可是他偏要抢，他抢我就偏不想给他。我就是觉得神尊为了这样一个人，饱受非议，很不值得，很委屈。你为这件事死了便值得了？我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。哦，神尊，袁同上仙的未婚夫来了，是来替他求情的吧？神尊，你别这样看着我，我可是丹鸟族，我们丹鸟族都是小肚鸡肠，记仇的很。他都要杀我了，我才不会替他求情，说好话。那你想如何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推他下洗仙池，退他仙骨，削他记忆，贬他下凡。我起码得让他给我磕头认错，真心诚意的求我原谅，然后罚他100年不许吃饭，只能喝风饮露，馋死的。还有啊，他还得补偿我，他当了那么多年的北海守将，一定有很多奇珍异宝，我要让他都赔给我，补偿我的损失。还有，神尊，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随本尊来。神尊，我们这是去哪儿啊？
袁同拜见神尊。袁同愧对神尊。你为保家族不衰，藏下元征家书，隐瞒战报真相，这一切，本尊都看在眼里。自从决定帮你袁家起，本尊已将后果看得非常清楚，亦不在乎那些流言蜚语，但你不该不择手段，妄动杀心。是你将袁家的路给走绝了。袁同有罪。你太年轻了，莽撞而且愚蠢。当年元征是从天兵一步一步做起，历经8万余年，终而能成为4大战将之首。你呢？你凭什么？袁同羞愧。这5万年来，你空坐其位，连半点都没学得天族战将该有的责任以及气度。今日，本尊要废你5万年的修为，你可服气吗？任凭神尊处置。谢神尊。去从天兵从头做起吧。神尊不驱赶我族，还将我留在军中。袁同拜谢神尊。你还欠他一个道歉。灵犀仙子，都是袁同的错。还要罚你这100年间不得吃饭，还有之前坐镇北海所得的奇珍异宝，都要给灵犀，当做你伤害他的补偿。是。走吧。你笑什么？没笑啊。多谢神尊为小仙讨回公道。本尊惩治袁同，乃公事公办，与你何干？哦。启禀天君，元征虽有过错，但是毕竟曾建功于我天族，更何况袁同将军数万年来兢兢业业，有功无过，只因其兄一人的过错便惩处一族，实在不该。还请天君法外开恩。不该！什么时候起，魔之一物变得如此无足轻重了？哈，他入了魔，受到10万天兵天将给他陪葬。杜宇上仙，你要不要去问问那10万亡灵，他们的死该还是不该？天地有序，万物有道，皆因有法可依。我天族乃统御6界之首，如果天族的律法朝令夕改，那么天君还如何掌管6界？
说得好。如果本座没有听错的话，战神是同意本座说的话了。怎么，战神也觉得应该严惩袁家吗？无规矩不成方圆。真君统领天宫战部多年，治军严厉，九臣佩服。元征乃天族战将，心智不坚，被魔所惑，残害同胞，此乃大罪，无可辩驳。天君，九臣身为司战之神，肩负除魔卫道、护卫六界之责，却没能及时发现自己身边战部的异常，已酿成大祸。幽都山之役是我之过，请天君降罪。人孰能无过？当年你能够及时的发现异常，在幽都山封印魔君，已是难得。九臣，你在长生海已沉睡了5万年，不必如此。凡人常说，子不教，父之过。我身为元征统帅，理应为自己的战将负责。而且，当年幽都山内那入了魔的10万天兵天将，皆由我亲手所杀。我一身杀孽，便是再在长生海泡上5万年，也是无法洗清。罪与罚，皆在我一身，还请天君降罪于我。九臣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袁家已无男丁，袁同在知真相后，深感愧对天族，已然自废5万年修为，辞去天宫战将一职，愿从南天门守门天兵做起，以赎元征之罪。还请天君网开一面。罢了，你既执意如此，白山，小仙在，传令四海，天族战神九臣，治军不严，御下无方，导致生乱。先令九臣前往紫云台领7道雷刑，众卿官刑，不得徇私。领法旨。另外，念在袁氏一族已无男丁，而袁同诚意悔改，此事就此作罢。叩谢天君。袁同，神尊去了紫云台，带你袁家守法。
过去，源头。神尊。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打起雷来了！这怎么好端端的打起雷来了？这天宫也下雨吗？这是紫云台那边传过来的，8成是哪个倒霉蛋正在受罚呢。天哪，这到底是犯了什么错啊？什么人扛得住这样的雷刑？7道天雷，这哪里是受罚？这简直就是要人命啊！神尊呢？神尊去哪儿了？大殿议事呢？神尊，兄，神尊！怎么办啊？青阳医官，我师兄如何了？神尊法力高强，以神力扛住7道雷击之刑，但动用了大量神力，导致寒疾复发，来势汹汹。我别无他法，只好先封了神尊的神力。啊！你封了我师兄的神力？不然呢？小仙曾多次劝诫神尊不要妄动仙法，可神尊置若罔闻，还用神力去对抗雷刑。不封了神尊的神力，难道要送他回长生海？再造一座冰宫吗？哎呀，青瑶医官，神尊到底情况如何呀？天君那边还等着消息呢。小仙以90之数暂封神尊7期49日的神力，可暂保他无恙，时日一到，仙术自解。也就是说，这段时日神尊神力全无。正是。那神尊日后只要神尊听小仙的话，在这49日内安心调养。好好吃药，应该无碍。哦，那就好。哎，对了，青瑶医官，我师兄神力被封了之后，这日常上可有什么不适吗？上神既然这么担心，自己常来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诸位，神尊乃是天族战神，如今暂时神力，唯恐宵小之辈趁机作祟，还请诸位谨言慎行。我等知晓轻重。神尊，灵犀都快要吓死了，你以后不要这样了。我漂流在水天一色的银河，看月光荡起层层银光，在梦中你悄然掀起了皱褶，牵引着牵引着天空它带给我隐却的快乐，与你在萌芽星河，你却已流成我此生的泪波，怎快活？倾盆而下，让月化作浪花。
漂泊于心的水火，为你洗彻一生的苦涩。我漂流在水天一色的银河，看月光荡起层层银波。在梦中，你悄然掀起了皱褶，牵引着，牵引着。天空它带给我隐却的快乐，与你在萌芽星河，你却已流成我此生的泪波，怎快活？落花一侧，惆怅两处隔，你送我月色，却无从勾勒。痛吗？倾盆而下，让愿化作浪花去拍打。不敢沉默，不死生结果，漂泊于心的水火，为你洗彻一生的苦涩。随你笑呵，随你翻唱歌，不恨此花费尽恩怨为何？你看日月淡淡，任凭海水倒换，也渲染。梦的两端，你向我走来，月光洒满无尽海，愿你入怀，安心的。站住！13啊，你又要进去干嘛呀？这神尊昏睡多日了，我打盆水给他擦擦身子啊。你给我师兄擦身子？对啊。哎呀，怕什么呀？那以前我们在军营不都是一个桶里洗澡的吗？13呀，如今你已经是女儿身了，不要总提以前那些事情了。再说了，灵犀在里面，你就不要进去伺候了。把水端下去吧，啊，去吧。司命，云峰上神，神尊还睡着呢。我刚刚进去，他睡得可香呢。怎会昏睡这么久？司命，你手里拿的这是什么呀？哦，这些是凡人用的药品。神尊失了神力，天宫的补药药性太重，我怕他承受不住。切记，这些时日，神尊就是一个凡人，怕风怕凉，身体虚弱，一定要勤加看顾。天宫虽然没有猛禽凶兽，但像小青鸾、逐日鸟这样的飞禽，到底是未开灵智，一定要看紧神尊，别让他被鸟雀所伤。那鸟雀还能伤得了我们家神尊？他也不怕崩了他的牙？给我吧，我先下去了。不应该呀，应该早就醒了，怎会睡这么久？神尊，你终于醒了。
本尊睡了多久？神尊，你已经睡了7天7夜了。是谁用9灵之术封了本尊的神力？神尊，请息怒，是我师姐。好大的胆子！神尊，你可千万不要怪我师姐，她也是一番好意。神尊受了雷击之刑，寒疾复发，若不暂封神力的话，恐怕……罢了。请神尊用茶。青瑶医官可有交代过，封了神力之后会有什么不适？师姐说，神尊暂失神力，就不能正常吞吐天宫的仙气了。虽是上神之躯，却与凡人无异，会渴，会饿，会异常疲惫，需要睡眠养神。本尊问的不是这个，本尊指的是会不会头晕、气闷、无力，好像中毒一样。这个师姐好像没有提过。神尊，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？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，神尊？本尊是中毒了。怎么可能？除了我们几个，根本无人知道神尊失了神力。那云峰上神也是亲自在这浮云殿外镇守，这寝殿内小仙一直在此，寸步未离。神尊，你说，到底谁会有如此大的胆子，敢对神尊下毒啊？你说本尊睡了7天7夜？是。这7天之内，你可有开过门窗？没有。这门窗若是开了，这殿内好不容易积攒的热气，岂不是都要跑出去了？神尊，你放心，小仙知道神尊畏寒，怎么会犯如此愚蠢的错误啊？那你知道火炉密室燃烧是会中毒的？有吗？可我们不是神仙吗？本尊被封了神力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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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尊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神尊，开窗，窗。神尊，这里的云雾太大了，湿气重，以你现在的身体，不宜久坐，容易风湿。茶。青瑶，青瑶，你是从浮云殿回来的吗？对啊。那你见到神尊了吗？见到了。神尊怎么样啊？没有大碍。没有大碍，前些天你就这么说。玉离仙君，听说战神前不久收了一个小仙娥入殿，不是说那是谣言吗？空穴来风也未必无因。战神向来不苟言笑，像这种消息，过去又如何有过？听说呀，战神这次恢复声誉也与那小仙有关呐。还有这事儿？战神向来重恩，听说啊，
那下界小仙模样还不错呢，没准战神这次真的是动了心啊！哎，那可有福气了，一步登天呢！哼！你是小仙灵犀，见过仙君。请问仙君，你是来找我家神尊的吗？果然是你呀！上次宴会匆匆一面，只当你是个普通的小仙娥，没想到你还有这么大的本事啊！看来本仙子还真是看走了眼呢。玉离元君，灵犀。你就是那个生在桃林，修习5万年至今仍是地仙，可真没长进。你的生父乐伯曾掌管药王洞，后因醉酒误事被逐出了天宫。玉离元君，你到底有何事啊？你若无事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这有什么急呀？青瑶是你的师姐。你还有一个整日到处寻衅打架的狐狸师弟，除此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。没有母族，连生母是谁你都不知道。哎，去哪儿啊？本仙的话还没有说完呢。那仙君就在这里慢慢说吧，小仙可没兴趣听。修为不高，脾气倒是不小啊。好吧，说了这么多，就是让你明白，你呢，除了在浮云殿做仙娥以外，再也不可能与神尊有别的什么关系，所以不要痴心妄想。痴心妄想的人是你吧？对呀，就是我呀！我长得比你美，修为比你高，我可以，你就不可以。好了，我现在就要去见神尊了。神尊，药王洞玉离求见。进来吧，灵犀。进来吧。神尊，这九龙神火罩是当年祝融火神以至炎神珠打造，上刻九龙凝岩仙阵，又经地火淬烧了3万余年而成。父亲说，这对神尊的寒疾有所帮助。药王有心了。灵犀，把东西收好。是。父亲还说，前阵子他外出云游，耽误了神尊进药，内心十分不安。好在我们药王洞青瑶医官还算尽职，不然还真是犯了大罪过了。药王言重了。其实，玉离的医术不比青瑶医官差。以后神尊若是不嫌弃的话，玉离可以。青瑶医官很好，多谢仙子。本尊最近身体不适，仙子你可以退下来。灵犀，带本尊送客。是。玉离元君，请吧。那玉离改日再来探望神尊，玉离告退。小仙送玉离元君。不用你送了，这儿我比你熟。那正好。元君慢走啊。
我好像睡着了。我怎么睡着了？神尊，你什么时候醒的？刚刚。凡人怎么那么爱睡觉？不只是凡人爱睡觉，神仙更爱睡觉。我爹每次一喝醉就睡上个3、5年的。这世上，不爱睡觉，整日修炼的，恐怕就只有神尊你了。你不用待在这儿了。小仙多嘴了。你把这带走吧。这个是药王给神尊你的。你个性懒散，每天都在睡觉，所以修为才那么差。此物属火，对你丹鸟一族大有裨益。你把它留着吧。谢神尊。小仙告退了。林夕，神尊有何吩咐？天茶。神尊，你都已经喝了10几壶茶了，虽然茶能醒脑，但是喝多了对身体不好。神尊，你要出门吗？随便走走。那小仙跟你一起。本尊只是暂失了神力，又不是身体不健全。不许跟着。
还不起来？好巧啊，神尊。这位仙子这么急匆匆的，是要去哪儿啊？云峰上神，神尊不见了，你可看见他？闷了多日，许是出去散心了吧？神尊他失去了法力，一旦被什么飞禽走兽叼走了，可怎么办啊？灵犀不是跟着他吗？那灵犀哪有我贴心啊？再说了，灵犀那两把刷子，他能打得过谁啊？花烟都能把他打得跪地求饶。不行，我还是得去找找他们。哎，你还是别去煞风景了，进来给我沏壶茶。进来。神尊，下雨了，你身子弱，淋雨对身体不好，快回去吧。本尊不是叫你不要跟来，我要静一静。天雷何在？何在？启禀战神，天雷真君身体抱恙，已然闭关，托卑职向战神告假。准。谢战神。本尊已经查看你们这些年的功绩考评，6界太平，少有战事。你们的日子似乎过得不错。我等惭愧。袁同卸任守将之职，由韩章顶替。开阳继续留在天宫练兵。紫光调回天宫，暂归开阳统领。空缺守将之职，由其副将顶替。方生，从天宫抽出1部天兵，搜查6界魔族余孽。诸将须各司其职，谁若怠慢，莫怪本尊军法不容。是。敢问战神，为何要将末将调回天宫？怎么，神尊将你调回天宫归本将统领，难道还委屈你了不成？我属下不敢。若无异议，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下怎么样安置袁家。喂，在这发什么愣吗？师姐，你怎么来了？今天是神尊破境之日，我来为他解开9尘术的。这么快就到了？今日就到这儿吧。谨遵神尊之命，我等告退。医官来了。神尊，神尊，你伤得好利索了。好了。神尊给的丹药很好用，再加上日前神尊所赐的仙宝，小仙不但如数恢复仙力，还小有突破呢。好了就去干活，没活干吗？有。
那小仙退下了。小仙来为神尊护法，请云峰上神殿外等候。你忙你的便是，当做我不存在。殿外风景也蛮不错的。冷是冷了点儿，不过好在面冷心热。上神，你在说什么？跟你说了你也不懂。小仙的确有一件事不明白，想请教上神。说来听听。小仙就想知道，像云峰上神和我家神尊这样的修为，是不是如果你们不愿意，别人是不能靠近你们的？这还用问吗？当然了。哦，那连靠近都不行，自然也是亲不到的。啊？你说什么？莫非是自愿的？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医官有劳了。神尊客气了。这寒疾可算是好了？好了大半，但神尊还是会比寻常仙者微冷。若遇战事，动用法力还需谨慎。本尊知道了。医官这便回去了。医官对我师兄费心费力，云峰感激不尽。倘若无事，去我殿中一叙可好？不必了。医官，医官。干嘛？这是给神尊的。谁惹你了？还能有谁？不就是那个圆筒？他来了。他敢来？他要来了，不早成了我混进当的帐下鬼？这人家都没来，怎么就这么大气性？神尊要见他，命我去袁家换他。要我说，像这种忘恩负义的人，还见他做什么？等我去他家，不把他家砸个稀巴烂。你把话传到便是，可别胡来。我看见他们袁家的人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。咱们神尊还为了他受了雷刑，这口气不出，都难消我心头之恨。这你还不如不要去了呢。我不去，我不去，谁去？要不你去？我？你去，就你去，这个，我去，你去。灵犀，你陪我去好不好？哎呀，好灵犀，你就陪我去吧，行不行？我每次看到那圆筒，心里都凉飕飕的，你就陪我去吧，啊，灵犀，你最好，我也凉了。灵犀，你最好了，你就陪我去吧，啊，走走走。母亲，你这接连几日不眠不休，
身体会受不了的。冬儿，老身错了，不是母亲的错，都怪我。若是我早日……好了，什么都不说了。老身累了，想休息了。下去吧。是。快去，你行。去！快去啊！你来这儿做什么？你要的东西我都已经给你了，你还想干什么？神尊找你去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母亲。回来啦？林夕陪我去的。怎么都没精打采的？可是云腾说什么了？他欺负你们了？那这是怎么了？很快你就会知道了。以后，我们怕是要躲着他些了。躲着他？凭什么呀？哦，他理亏在先，还了不得了？林夕，
不是你的错。神尊，你在说什么？小仙听不懂。元老夫人的死与你无关。我知道，又不是我入了魔，也不是我杀的他，是他们做错事。他们做错事，还不愿承认，还想推给别人，是他们咎由自取，跟我才没有关系呢。那你为何如此难过？元老夫人把家族荣耀看得比命还重要。如今家族荣耀不在，她便没有活下去的勇气。也因为她这样的个性，才会教出元征、元同这两兄妹。得失心太重，才会被魔所惑，坠入万劫不复之地。缘起缘灭，皆因是他。命中注定，躲不掉的。命中注定，命中注定的事，一定都